23岁来自河北销售，女嘉宾小妍23岁来自河北微商。来，有请2位，有请。欢迎2位哈。说已经谈了2年恋爱了是吗？对，是朋友介绍的呢，还是怎么认识的呀？就是我俩同学间都认识，就一来二去总在一起玩，就在一起了。啊，怎么了？分手啊？我已经无法忍受他的各种的毛病了。哦，就说毛病吧。我就感觉他这个人跟我各种气质都不搭，所以说我现在就想把他改造成我理想的男友。就改造不了就分手是吧？对。行，那你说说他怎么这个不符合你的这个嘛？就是当时我俩老出去玩，因为他洗脸的时候老用香皂洗，那脸上都起皮还长痘。还有他毛病就是他的袜子特别有特点，这个袜子就是他放在地上能立起来。是不洗袜子呀？对。那我平时我穿袜子我也不给谁看，也不给谁闻。不是你这不讲卫生啊！你不洗脚啊？我洗脚，我袜子，我有时候我这人也可能是我懒吧，我今天想洗我就洗了，明天不想洗我堆上都是我洗衣扔呗。我就有一次我实在忍无可忍了，那家的全是臭袜子的味儿，我让他去洗袜子，行，人家去洗袜子了，就特别不乐意去洗袜子，到了卫生间洗袜子，拿的是我的洗脸盆洗他的袜子，你就不知道袜子和洗脸盆要分开，你这不懂吧？我不顺手拿的吗？不跟你说了，我不是还给你消毒了吗？消毒？你把消毒液洗我的洗脸盆，你这我都气都已经不能再说话了。行，这是生活小节，生活习惯，我希望他能改变一下。这个要求是合理的。对，我俩就老出去玩嘛，就是大学周边的景点呀，我俩老去。其实我俩这时候特别有意思，我俩就去了一个景点，到时候景点牛肉面他点一碗，我点一碗。我特别爱吃辣椒，放特别多的辣椒。那我一挑面的时候，那辣椒就不小心蹦到眼睛里了，就特别疼，拿纸擦了半天那个眼睛。等我那个稍微好点了，打开的时候，我的面里头牛肉没，就剩面和汤了。我再看他的时候，人家津津有味吃着面，冲我乐的时候跟我说：“你吃吧。”我哪想你那么严重？我寻思这我把牛肉我拿过来了，我一张嘴转移注意力，你没准就好一些嘛。结果我也没想到，我就呼噜呼噜我就吃了。吃完之后你还没好，才意识到事情严重性啊！你作为一个男朋友，你不是第一时间反应过来，先给我擦擦眼睛，看看我眼睛有没有事？你不是在惦记我玩了一块牛肉吧？我哪天牛肉，我不就是想做一个跟别人不一样的男朋友吗？你那与众不同让我实在没办法理解你。等于你在忙着擦自己眼里的辣椒水的时候，对，他把你的牛肉都偷吃了，是这意思？对，可以啊，兄弟，牛肉好吃吗？我这脑子反应慢吗？我要反应不慢，你可反应挺快的，我情商也不高啊。不是我们正常反应不会反应去偷牛肉吃的，你真行哎，这男朋友哈有点就不体贴人，这批评他啊，就这样也谈了2年了。对，那说明他还有好的地方，对不对？是，就是我每次生气之后，他都会哄我，就是说那种死皮赖脸缠那种劲儿，所以我俩一直走到现在。啊，你的意思就是说你们还没有分手，就是因为他锲而不舍呗？应该是。啊，那今天来到底是因为什么样的事儿来的呢？我就是想让他把他那些毛病都改掉，成为我心目中的样子。讲卫生习惯，对吧？知道体贴人。还有什么是需要改变的呢？还有一件事我实在是无法忍受了。啊，我上次和我闺蜜去吃饭，就是我闺蜜可能为着我好，因为她毕业到现在一直都是说没有找一个正经的稳定的工作，一直干一些兼职，东一锤西一锤，挣点小零花钱。但是我闺蜜想让她找一个稳定的工作，我闺蜜这么说，人家也出一次好意，她一下就给急了，拍着桌子就跟我叫唤，说太过分了。当时觉得我实在是太丢人了，我都在饭店，我没法跟她争吵，我觉得我没脸跟她争吵，我拿着东西我就跟我闺蜜我就走了。啊，咋回事啊？她说那话是出于一个朋友关系，但是你说了，她没给你，我没给你面子，她也没给你面子，她上来就指责我。你可以建议我，就是说以后怎么来怎么办，但我不需要你对我指指点点，他也没资格对我指指点点啊。他上来说的话已经很越界了，那不是他身为一个闺蜜该说的话。哦，脾气还挺大哈。但是脾气就不能分场合控制，哪怕你回家再跟我说，我可以说我闺蜜说的不对，可能她说话有点过分了。但是你回家再跟我怎么说，我都可以理解，哪怕我哄你也没有问题。但是你当时就跟我发作，我觉得你特别不顾及我的面子和我闺蜜的感受。他当时也不是没顾你面子，直接跟我说，他私下跟你说不也行吗？那她是闺蜜，她肯定会向着我呀，这肯定是我娘人，肯定会为我撑腰啊。我就大家说这么一句，看着呲你脾气，这一下给你爆发了。
行吧。你们家人见过他吗？见过。咋样印象？印象就是上次他来我们家，穿了一件布的那种风衣，跟我爸说叔叔好，转身一坐的时候，我爸看他衣服都漏了个洞。他走的时候，我爸给了我300块钱，说你给孩子去买件衣服吧。我当时就不知道你是怎么想，你出门不会看看衣服有没有洞吗？换件书不就行了吗？再说这洞也不显眼啊，谁没人闲的看我哪有洞，哪有这哪有那个呀？你知道那衣服有洞？忘了。你出门就不会照照镜子吗？行，咋办？今天就是来让老师帮着改造，还是怎么着啊？就是想觉得他如果身上这些毛病改不了的话，我就一点都没法再忍受跟他过下去了。啊，那你现在怎么还忍了2年呢？可能说一开始在一起，因为他追我的时候也挺用心的。一个女孩肯定会被一个真心男人打动，但是他特别用心，一直也是在生活中也算是就是就毛病多，但他也是一个有担当的一个男人。就是走到现在，就是因为他的死皮赖脸啊，还有每次我生完气都会第一时间哄我，然后就是各种说对不起，我错了，我以后肯定改。但是他哪次都没有改过。哦，就是说认错态度比较好，对，是吧？但是坚决不改是吧？对，能改不？能改。能改2年还没改，慢慢来。慢慢来都2年了，你没有一次让我看到你改的改的行动。你告诉我你喜欢你女朋友什么呀？可能这就是爱吧。啊，说不出来了。哦，这就是爱是吗？就感觉从小到大没人能管住我，也没人能为我做这么多啊。但是突然出现了这么一个能管住你的，对。也能说住我的，也能让我跟他道歉的啊！以前的我跟现在我真的是不一样。以前的你是？以前的我比这还难，然后现在能找着一个这样的，知足了也。哪怕他管着我，说我骂我，给他道歉，为他服软，我感觉也知足了。兄弟，现在是人家不要你了，不是你知不知足的问题。那不要我通过咱这节目挽回呗。喜欢他吗？喜欢，就是因为他对你好，是吧？对。你喜欢他，就是因为他知道认错，态度好，是吗？对。啊，非得改呀，这样就不行啊。如果说一个人3观都和你不一致，他现在和你在一起行，但是长久以来矛盾特别多。到现在2年了，磨合一直特别大，一直也不改。我觉得以后日子也没啥大的嘛。我就感觉他现在这种气质，每次场合都不分清场合说话，然后乱发脾气，觉得他走哪儿都感觉特别丢人。那你一开始喜欢他的是什么呀？就是他个子很高，然后就是每次来我家都是特别阳光那种感觉。可是他后来就把自己的本性全部暴露出来了。啊，行吧，我们听听老师们的意见，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都丢人了，小妍，我觉得甭改了吧，那还有改的必要吗？就是可能说内心可能会有很多的舍不得，因为2年了，时间很长，就是希望就是说，如果还有一次可以改正机会的话，还是想试试。我跟你说啊，想要改造伴侣的这个想法，从根儿上就是错的。他就是这么一个人，他也活了这么大岁数了，他的生活习惯，他的不拘小节，你怎么改呀？你觉得它是一块橡皮泥吗？你想要把它变成圆形的，就是圆形的；想要把它变成方形，就是方形的。那怎么可能啊？他是一个活生生的人。你说你们3观不合，所以你一定要把它掰过来。如果真的是3观的问题，那根本没有掰的余地。这么多年已经形成了这样的一个生活的方式，你通过你一己之力就掰过来吗？这简直是天方夜谭嘛！而且真的就变成了你想要的那个样子，他选择的人会是你吗？你想过这个问题吗？很简单，我跟你说，我不喜欢你的长头发，你给我剪短了。我要磨合你，以我的标准，我就要短头发的女生。你剪吗？所以你能接受得了就接受，接受不了我们就换一个人，不要想着去改变对方。所以我觉得你应该重新审视一下自己选择伴侣的这样的眼光，或者说自己对于伴侣的要求和标准到底是什么。你如果真的是要有一个那个标准的话，按照那个标准去找的话，那你就去找，不要改造别人，好吗？好吧，谢谢你们啊。谢谢沙达老师。来，曲总。改造当然是很难，
但是我觉得可能有些词儿是你表达方式的问题，我个人觉得它可能是在素质上面需要提高。小伙子，素质是什么？它会分成很多的层面，主要就是从后天形成的，包括生活习惯，包括文化素质，包括心理素质等等，分成很多的层面。这小伙子心理素质不错，就是你所说的脸皮比较厚。他为什么要厚？你这么说他还要一而再再而三的缠着你呢，厚脸皮来追求你呢？因为他爱你。但是呢，他的确需要在素质方面做提高的，比如生活习惯，这可是后天形成的，对吧？比如不洗袜子呀，衣服上有洞啊，他其实这方面满是不拘小节的，非常需要一个像你这样的去提醒他去改。他能改，所谓的不能改，这不能改就是因为他懒。这种习惯是慢慢的可以调整好的。至于呢，我觉得跟闺蜜沟通方面，你不能做到自己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，你也不能对朋友对外人做这种过激的表现，这是你素养需要提高的。所以说如果把他这方面的水平做有意识去提高，我觉得他应该还是个不错的孩子，因为他质地很淳朴。你做什么工作的？我做汽车销售的。汽车销售，销售业绩怎么样啊？还可以。那你敢对客人一言不合就拍案而起吗？你肯定不敢啊。我怕角色得换一换了。哎，你把每一个人，甚至于自己女朋友都当成客户，那你肯定会听话的，因为你是在服务对方，对不对？那同样，你对于女朋友之间，其实你也要付出，也是一种服务，对不对？对。但是你不能有恃无恐的对待她及她的闺蜜，对吗？所以说，其实你是可以做调整，调整之后，我觉得本质还是不错的，只不过要注意，让自己的修养更提高一步，好不好？好。至于你骨子里对他一些生活习惯呀、一些后天形成的这种特点你不认可的话，那你就应该离开。如果你觉得这个人还可以，这些习惯是可以调整的话，我觉得你可以跟他在一起。关键是要看这个人的内心对你是否好。这个人对你的爱是否真诚，好不好？就这样。好，谢谢曲总。首先，我们在恋爱中尊重彼此，对方身上的短处、弱项，我们可以去提出，可以去建议，可以去帮助他改变。如果他确实是需要改变的东西，而不是用这种不尊重的方式去沟通。当然退一步，我也理解你确实是着急，因为他的很多生活细节让人看起来很难接受。这不是你一个人挑剔，我相信男生哪一个姑娘都受不了。你说谁受得了这个出门见家长第一回穿一破洞的衣服呀？啊，谁受得了家里脏成那样用人洗脸盆洗臭袜子的呀？就换成别的女生估计也不跟你这样急赤白脸的吵了，直接走了，受不了。你刚才在小片中说，哎呀，我觉得人呀就应该自由自在的，但没有自律哪有自由啊？你不把自己约束好了，让自己成为更好的一个自己，哪里来的自由？所以你的生活细节、生活习惯一定要改。我们说，在两个人相爱的时候，不要求对方为自己改变，但是不好的地方，我们自己对方不说都得改。我现在谈恋爱了呀，我原来一个人臭自己，我现在有女朋友了，不行，我得干净一点。将来我还要见我女朋友的朋友呢，不行，我得给她长点面子，这是起码的尊重。最后我想说的是，在爱情或者情感当中，其实两个人相处过日子，真的是取长补短。我用我们自己的优势去帮助对方的弱点。如果女孩子你真的爱她，她不爱卫生，你帮她，你身先士卒，你去提醒她，甚至你去做到让她看到，慢慢的去改变她，而不是一味的指责她。用我们的长补她的短，我们自己的短努力往上提升，取长补短，日子就可以越过越好，好吗？祝福你们。好，谢谢杨老师。来，涂老师。素质和人品啊，其实没有什么必然关系，你知道吗？就有的时候我觉得我素质也不好，有的时候也不太懂礼貌，但我自信我为人还算正直，不像有些人会装得非常的有素质。
言谈举止非常的轻，对人总是微笑，但其实在这种高素质的背后，不知道做了多少坏事。所以我认为其实一个人真正的素质不是那些小节，当然那些小节也重要，一个人真正的素质是尊重和真诚，就是他把自己最真实的那面剖开给你看，我认为这叫素质。你走到大街上去，你就看看，有一些开口闭口都要说素质的人，但其实在自己的生活当中，其实有很多地方做得很不道德。所以你不要老看表面，行不行？你不觉得你很失败吗？你跟他在一起这么久，连一个臭袜子这样的事儿都没有改变，你怎么不帮他洗啊？我感觉他自己要自主，然后你帮他洗多了，他不就自己洗了吗？你帮他把臭袜子全都洗了，他习惯性的穿了舒服的干净的袜子，他就不会再想穿那种能立起来的袜子。你爱他，你可不就要改变他吗？你说呢？所以你光说不练，你闯入他的生活，你指责他，然后你又不帮他去改变，然后在整个舞台之上，他一直微笑面对，与你的那种颐指气使、指指点点比起来，我觉得他更平和一些，他更包容一些。第一次去你们家见你父母，身上穿个衣服有个洞咋了？我觉得你爸特善良，拿几百块钱给他孩子买一件，哎呦，这孩子太可怜。我觉得你爸挺包容的，你爸反倒心疼他，你不是心疼他，你是指责他，你说呢？所以其实在我看来，你的处处的字字句句，我都认为你并不爱。无论是从袜子再到那个破衣服的洞，你没有心疼，也没有改造他的动力，你只知道苛责。如果你真的把自己当成是他的女朋友，他的女人，你就应该改变他的生活，至少不遗余力的去做。其实素质和人品还是有一点点关系，就是你的那些不拘小节，如果只是你自己的生活无所谓，但你那些臭袜子恶心到了别人，那就是人品问题。确实，就这样。好，谢谢涂老师。我最后核实件事儿啊，你们家狗是不是咬过他呀？我们家狗确实是咬过它，因为这件事它是来我们家，然后我正是它开门的时候，我正是跟狗玩呢，我就无意间开玩笑跟它说，我说你要是再对我不好，我就让狗咬你啊！我就开玩笑说的，它就不信，它说逗狗玩去了，然后狗急了，它咬了它一下，真想到真咬啊！再说你说身为女朋友，你不能这么说呀。我这不是开玩笑吗？我又不是有意让狗去咬你去，但是你也不能去打疫苗的时候让我掏这钱吧？咱俩是男女朋友，你有必要跟我算这么清吗？那我不是气急了吗？你说你哪有女朋友让狗咬男朋友的？但你也不能又是打疫苗钱，又是营养费什么的，还收营养费呢。急了。我为什么最后才核实或者问这件事儿呢？我就想告诉女孩一个道理，就如果你爱的人你都不够尊重他，那在你的周围是没有人会尊重他的，他最后就会按你想象那个方式一直下滑下去。说白了，他就按你想象的那样把自己塑造成那样。所以你们俩是不是适合，我还真的不知道，又没有办法去劝阻一个人爱另一个人，或者是你去劝阻一个人不爱一个人。但是你要想清楚，你要找一个什么样的人，如果不合适，何必耽误那么好的大好青春呢？拖的时间越久，人家越黏着你喽。剩下事儿你们自己来吧。啊，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那几天喝古方红糖真情60秒。其实我也挺不对的，你让我做的事儿哪件都没怎么做好，也挺埋汰的，挺不脏的，也说过挺多我改。然后呢，在你朋友这里，我脾气确实挺大，但是我人吧，我这种性格，我慢慢来改变，对吧？你让我一下子改变，就跟你让一个人吃胖一样，他一天得吃多少个馒头，他才能长胖啊？反正也得来呀，对吧？
反正就今天你对我所有这个不满，我都要去改变，去自动的去改变，好吗？别刀。我是否付出太多？就当我从来没有过。女生好好想一想啊！现在我们请嘉宾一起来打开君乐宝，长知识了，爱的记忆箱，来，请开箱。行，可以，你们俩这日子过的，来，拿盆吧。这是您用的那脸盆儿。对，就可能说这个脸盆儿对于我来说有点故事，我就希望通过这个脸盆儿可以告诉他，生活你要需要讲究卫生，多洗洗袜子。你那是什么呀，小伙子？藿香正气水。干啥的呀？泻火的。第一回这不是他生气了吗？然后我就跑到他们宿舍楼下去等他，去哄他。当时已经吵到闹分手的地步了。我就去挽留啊，在那个楼下待了一上午。当时正好是夏天，挺热的。我呢，这是一身黑嘛。当时其实也真是该中暑了。然后宿管老大爷都看他都心疼了，就给我拿了一这个。就是我就想说，我对你，其实我对你想给你的很多，就我不会去表达。其实我对你这份感情真的一点不浅，只是我不会去跟他们别人那样去做去说。没了。行吧，自己感受一下吧。两位请回吧。来，请关门。一个女人自述自己爱上了一个自己完全看不上的男人，那她到底是爱上了呢，还是没爱上？到底这个男人是看得上还是看不上？这听起来特别像一个谜题，也像一个哲学问题。其实说白了，如果没有对这个男生的喜欢和爱，怎么可能走2年呢？只是希望自己身边那个人可以变得更好、更优秀，仅此而已。但有的时候你大概需要调整一下你心里对你爱人的那个定位。记住了，不要要求一个人做改变，那太不现实了。我们来看这对年轻人自己的选择是什么。来，请开。我就知道那是爱，但你不觉真的好，那心里正在将爱一点点说出来。哦哦哦哦，快乐涌上来。哦哦哦哦，关键字是爱，对了就很快，安静对望也想告白。好，有请我们的小花童，有请。这给我，给姐姐和哥哥啊。带着妹妹走。来，我们见证属于这对的年轻人的浪漫时刻，各位请见证。可能我对他哥哥了，我希望以后把毛病都改了。我不是有意，我只是想说，想让就是成为一个优秀一点的人。可能我的言语和我的做法可能说是太过分了，但是我真的是希望我是为你好。我改，他都改，加油我们！我哪里还需要别的愿望？哦，要不是你出现，我一定还在这里学。哦，绝望的以为生命只有黑夜。来，请亮灯吧啊！你哭啥呀？你哭啥呀？可能这就是上天安排的吧。注定
离不开，也注定让我有这些缺点，才能有他嘛，让他给我改成这些缺点，才能在一起。我觉得你不是不会聊，你是特会聊哎，你哪有不会说话、不会表达呀？行了，谢谢两位，祝你们幸福吧，请回，谢谢两位。